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这次我们搭上了号称全世界最梦幻的火车——瑞士冰河列车，一路穿越高山湖泊和宛如明信片的美景。这趟旅程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我把整段真实体验完整记录下来，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这趟冰河列车是你不能错过的体验。有兴趣的话，就一起把影片看到最后吧。早安，瑞士！今天我们要来去搭冰河列车，要搭乘巴士回到昨天的圣莫里兹站，一样要搭601。刚刚查了一下，大概是8点半会有一班。圣莫里兹站呢，这边是冰河列车的尾站，所以我们有点像是倒着坐回去的感觉吗？对，大部分人都是从策马特坐过来，因为我们最后要去策马特，所以我们就是反着坐圣莫里兹往策马特方向，但不会直接到策马特，我们中间还要再多停几个城市，然后欣赏一下美景，一直吐烟。然后顺便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刚才在 check out 的时候，柜台人员有跟我们讲说要再刷一笔费用，然后我们想说是什么，他就跟我们讲说是城市税。城市税他跟我们收了7法郎，第一晚在瑞士这边住宿，算是我们的初体验了，也不知道说瑞士这边有收城市税这个东西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搭601下来蛮快的，大概8分钟就到这边车站。今天天气也是蛮好的，能见度很棒，应该是可以看到很多不错的风景。我们今天搭的是这一班9点39，我们是目的地安德马特。像上面写个1的话，就是1等舱，1等舱就比较贵啊。我们在买冰河列车票的时候，想说可以看到风景就好，所以就是一样是买2等舱。前几天的2等舱是没有划位的，就是可以像是台湾高铁的自由座。冰河列车比较不一样，它是观光列车，所以观光列车的话，你必须就是要划位，然后它有一个划位费，在它的官网上面可以找到。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，它原本应该是一片湖景。只是因为冬天太冷了，它现在湖面都已经结冰了。天气太冷了，买了一杯这样小小尺寸的热美式，3.5法郎，超级贵。然后我们今天坐的这个是34号车厢，所以大家可以在外面先看好你们的车厢是哪一个。冰河列车这个 logo 实在是有够帅。开门上车，进来温暖的地方。我们的行李放这里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座位。可能会遇到别的旅客。车厢很漂亮，连这边都是做玻璃窗户的，很美。今天的位置和小组是在地毯座。座位是4248，对面有坐别人的话，面对面看着彼此，好像有点尴尬。现在想要来去1等舱参观，虽然没有坐1等舱，但还是可以看一下。中间这边也有这种可以站的地方，感觉是可以在这边点咖啡，然后靠在这边的吧台，沿路欣赏一下风景。哇，这感觉就1等舱，座位看起来比较高级。他们还是有这种2个人的座位，就是单人面对面。那车上也会播放，就是冰河列车沿路经过的一些风景。现在已经正式出发了，沿路这样子，整片的窗户，左右两边都可以看，真的很漂亮。它车内也会附给你这个耳机，是可以让你听导览的。座位旁边这边有这个耳机孔，就连接起来。就可以听导览，其实他们蛮贴心的，座位上会有准备这一本，那里面也是有中文的页面。大家真的一定要准备一下太阳镜，因为你看一下外面阳光超级大，尤其是在下雪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戴太阳眼镜，那个就是阳光的反射，你几乎眼睛张不开，看不到外面。他今天带一些肩膀到位，
可以搭配呢这边整个啦，可能一个有预算的时间的话，我先基本说这些的话，这次是从圣莫里兹这边出发，会经过一个兰德瓦瑟高架桥，这个地方算是滨河列车要必拍的一个重点之一。开了一下下之后，这边车上的服务人员他就要拿这个美女，他放在这个地方。这次是只有买车票，没有订餐，它的餐点其实不便宜，所以我们就是一样走小资路线。昨天买了一些饼干、零食、饮料，等一下中午稍微饿的时候可以吃一下下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就整个穿高领的室内还是有点热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搭乘这班列车没有很满，所以我们就是两边来回跑来跑去，看哪边风景漂亮就拍哪边。其实这班列车是不是这个位置是在左侧的，还蛮看运气的，但刚好今天人太少，然后我也没有在位上拍，我走去后面把窗户打开来走，反正我就凑到后面，然后开左侧的窗就可以了。中午12点，我们停在库尔这一站。库尔也是一站很大站，然后蛮多旅客上车的。预计今天会在留声待一个晚上，一路从苏黎世慢慢玩到日内瓦。这就是我跟小猪的计划。从库尔这边出发的时候，它变成是往后开，跟原本圣莫里兹出发的方向不太一样。不管你选到哪边，它都很漂亮，因为它每一段路线，它其实就是都交换漂亮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想拍，你就去我们刚刚那个车跟车中间的小窗户，稍微拍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一站好多人在滑雪啊！我们快要到安德马特了，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滑雪。欧洲这边大部分都在滑 ski， 好漂亮啊！你看前面那是滑雪的港都啦，安德马特这边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滑雪场，下面的风景超赞。到站这边是2号月台，这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。参加小猪旅游团是很矜持的，我们自由行，你难免会遇到要转车的地方，然后刚好就是在转车的那一站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顺便停留下来拍一些照片。这边很多小镇啊，很多站点，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但就是每个小镇随便拍随便漂亮。从安德马特到郭舍恩只要1站。现在抵达这站是郭舍恩，在瑞士这边也超多爷爷奶奶在滑雪的。来问一下小猪对于滨河列车的感想。它是我来瑞士的主因之一。我是因为先订了车票，然后才排了这一切所有的行程。它那个车票就是那时候我记得网络上有爬文，它好像是97天前才会开放的样子。整趟滨河列车，我觉得它是被评为人生必搭列车之一。真的搭过之后，我会觉得很值得来体验一次。整趟滨河列车有没有令你最印象深刻的景点或景色？必拍的就是那个兰德瓦瑟高架桥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莱茵河大峡谷，就是也蛮壮观。它其实蛮长，莱茵河蛮长的。靠近安德马特这条路上，它就是有一望无际的雪地跟雪山的景色，就是沿路都可以看到那个 ski 滑雪过的痕迹，就是大家滑野雪啦。对，很帅，我觉得蛮帅的。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那么厉害。对。前面这间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饭店啦，就在车站出来旁边而已。这间饭店的地点真的超好，你看还有星巴克跟麦当劳，
check in大厅这样小小的，墙上有留声符的画，饭店的走道跟它的外观一样，看起来都有复古的感觉。它的房卡很特别，是木头制的。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平台，感觉是你们的行李可以放在上面打开来的。再来这个是冰箱哦，第一次看到冰箱就放在这么高的地方。然后一进门的右手边呢，它就是浴室，它这边是有2个洗手台，可以让你2个人洗漱不打架。很棒的是它有浴缸，整体来讲浴室还算干净。这边2张单人床，这跟我们昨天在圣莫里兹住的床铺的形状很像，就是2张单人床，左右两边都有个平台，感觉是手机可以在那边充电。然后这边有电视，如果你想要看电视的话，可以坐在这边，有给2瓶水。哦，它这个水给的是气泡水。然后这边还有咖啡胶囊机，这个柜子一打开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胶囊啊，还有一些茶包、粉包，而且终于有快煮壶了。昨天的那一间没有快煮壶，小猪还要去柜台接。看出去的景色也是蛮不赖的，对面也是一间饭店。接下来就是要揭晓一下这一间的价格啦。刚刚一到这边的时候，他就有先跟我们收留声这边的城市税。这边的城市税2个人是9.8法郎，那我们在圣莫里兹是2个人是7块，所以你每个城市的城市税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。那我们现在请小猪来公布这一个晚上的房价多少钱？这一间是我整个旅程中最便宜的一间，真的吗？它大概一个晚上台币4500块4500，是不是？太便宜了吧？哇塞，可以哦。这间地理位置很好，而且又便宜。如果你们有来留声的话，可以考虑这一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奔波了一天，今天的行程就在这边先结束了。大家晚安，拜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